这是最强的开源 AI 视频模型海螺3的全面讲解教程。回想闭源 CDAS2 刚发布的时候，那时正好是中国的春节，我很震惊它的强大，当晚就失眠了，悲观地认为开源 AI 视频这条路怕是已经走到头了。后来开源的 LTX 2.3 发布，差距依旧明显，但是社区对开源的视频投入了巨大的爱，这让我看到了希望。而现在这个希望变为现实，开源 AI 视频终于迎来了能正面匹敌 CDAS 2.5 的作品 Minimax H3， 简称海螺3或者 H3， 这是由国产 AI 独角兽企业 Minimax 推出的330亿参数通用多模态音视频生成大模型。Minimax 的模型从2024年开始一直是闭源的，最新的第3代 Minimax H3 是他们第一次把视频生成模型开源。官方在发布时明确说，这次开放权重是为了推动社区发展，所以 H3 是他们从闭源转向开放的标志性产品。它不仅开放了主模型，还同步开放了配套的以及 ConfUI 的原生节点支持。那它的质量到底如何？我们可以看这张表，它的质量目前属于第一梯队，非常强。H3 模型主要有3大功能：视频编辑、文声视频、图声视频。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了解到它功能的强大。这里面主要是2个工作流，第一个是文声图和图声图的工作流，另外一个是参考的工作流。本课程的工作流都是基于官方工作流的深度优化。左上角这里是2个工作流的开关，那我们先开启第一个。最左边是用户的输入部分，包括提示词、分辨率、随机种子还有时长。下面是图像的一个加载，这边是模型的加载区域，最上面是优化加速。工作流的核心部分是这一块，它真的非常的干净简洁。H3 这个模型它的底子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那具体来看，模型这一块，主模型分为2类，一个是用于文声视频和图声视频的，另一个是用于参考视频的。每一类有4个模型。那第一个模型，一般来说我们的本地级消费显卡是带不动的，而第2个是传统的压缩模式。最推荐下载是第4个，它用的是新的压缩技术，而且通用性非常出色。那因此我这里用的是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Text Encoder 同样推荐下载这个性价比最高的这个。VAE 分为视频的 VAE 和音频的 VAE，2个都要下载。上边部分是加速的部分，第一种加速是 Sage 儿童性，要成功的启用，首先保证我们是安装了 Sage 这个环境的。我在这个视频里面讲到了使用便捷工具，简单快速的安装这个环境。官方说明 H3 是支持 Sage 加速的，它可以将生成速度大约提升1倍，质量损失极小，所以强烈推荐安装。第2个加速是这个 Easy Catch 节点，这个节点是为了启用 Catch 加速。社区有人测试过这个节点的一个加速效果，差不多也是加速了1倍。同时他也提到了这个加速的话一定要和这个采样器结合才不会出问题。然后这个节点它的参数需要留意，它的核心是在于这个重用阈值，这个数值越大加速越快，但是可能会导致视频质量下降，建议这个数值在 0.2 到 0.4 之间。使用这一套加速以后，最低支持 12G 显存来运行工作流。另外如果说你显存达不到，那可以考虑使用 GGUF 的模型，不过目前为止它的 GGUF 模型还是比较少，我昨天的时候也只有这几个模型，等这边 GGUF 模型完善以后，我再做相应的测试。如果小伙伴本地没有合适的显卡，我已经在云端准备好了镜像，可以一键部署使用。现在我来演示一下具体怎么操作。点击简介或置顶评论中的镜像链接，点击右上方的使用该镜像创建实例按钮，选择华北 2A 24G 40系列显卡，选择 16C 94G， 然后点击立即部署。待部署成功实例和 ConfUI 启动后，点击 ConfUI 的按钮，即可进入我准备好的工作流。如果小伙伴想自行上传需要的模型文件的话，可以点击实例界面的文件管理，点击 Root 目录下，点击 ConfUI 文件，然后进入 Models，
比如说，我想在 ChartPoint 目录下上传一个模型文件，就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上传图标，然后点击文件，选择本地自己想要上传的文件就行了。后面想要使用这个文件，在 Config 界面里需要刷新一下才能找到。如果想要下载自己的生成好的视频，也可以在这个文件管理里面找到 Config 目录下的 Output 目录，选择自己生成好的视频，点击右上角的下载图标就可以下载了。最后如果不用了，记得及时关闭实例，就不会再计费。接着是采样器和调度器，这里采样器固定选择这个不要变。关于调度器的使用，官方说明文档里 Simper 调度器它的速度比较快，而在处理大量参考信息的时候，Beta 和 Loomer 的调度器会优于 Simper， 因此在我们的工作流里面，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流用的是 Simper 这个调度器，而后面的参考工作流我们用的是 Beta 这个调度器。调度器的步数，官方推荐是20，但是为了加速，可以设置为10到15步。因为社区的经验分享指出，最后的几步是为了处理音频相关的，因此减少这个步数，整体的视频质量影响不大。你们显存比较小，推荐设置到15步。然后来到用户的输入部分，首先是分辨率的使用。AT3 是支持不同宽高比的分辨率输出的，我们可以在这里面选择我们常用的宽高比，而分辨率它是支持直出 2K 分辨率的，但是它对显存的负担还是比较重。那我们可以参考下面这个表，这里是以16:9的一个比例为例，当是 0.4 的数值的时候，它的分辨率是864乘以480，那这里的话用的是 0.4， 也就是 480p。 另外，如果说你们的比例并不是16:9，那比如说是采用的1:1，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显示任意来帮助我们判断。那点击看一下，宽度是640，那我们的分辨率就是640乘以640。在下面是随机总这个控制，默认是固定为1，我们可以把它改为随机的效果。AT3 是支持最大15秒的视频直出，同样时长越长，显存负担越重。AT3 的视频帧数率默认是24帧每秒，而它的总帧数实际上是17的倍数加5，这里可以了解一下。提示词是 AT3 里面最难的一个板块。当它是闭源模型的时候，用户只需要输入简单的提示词，然后在后台里面，它就会通过语言模型和一些指令，把提示词拓展成一个非常专用于 AT3 的提示词，这样才能生出出色的视频。那开源以后，这步提示词拓展的工作，我们需要自己来完成。AT3 的提示词有很大的难度，它和我们之前使用的 LTX 2.3 的提示词规则很不一样。官网里面也有详细的说明它的提示词使用技巧。除了官网的提示词技巧以外，社区里面也有很多辅助的资料。这里的话，我需要说一些重点。第一个 ，AT3 的时间线描述非常重要。官方的很多示例里面都直接用的时间线来具体描述发生了什么事情。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要强制使用这个时间线的。第二点，参考标签的使用，我们上传的各种素材，我们都可以使用参考标签，例如 Picture 1、Video 1、Audio 1来进行指代。为了方便大家使用，我几乎对每一个功能都去炼制了一个提示词。参考的这些提示词技巧文献超过10个以上。那我们先看纹身视频的使用。当我们关闭图像的时候，那我们就只能用文字来控制视频。我们使用一个语言大模型网站，这里以谷歌机密里为例，上传 AT3 纹身视频指令，然后点击发送，然后输入简单的提示词指令，让它进行拓展发送。它会预估我们的总时长。前面是中文的提示词，下面是英文的提示词。AT3 是同时支持中文和英文提示词的。社区的经验指出 ，AT3 在中文提示词下表现得更为出色。那这里的话，我们推荐使用上面的中文提示词。让我们来看这个提示词的内容。第一部分是画面的风格，这里是一个写实的一个实拍风格。第二部分是场景和光影。第三部分是主体。这里说到 S1 是一个20岁的优雅东亚女性，还有具体的一个穿着，这里用 S1 来指代这个角色，然后后面的描述里面都会直接用 S1 来指代。接着是镜头与运镜，
它把这5秒拆成了3段，第一段是这样一个向前的镜头，第二段是环绕镜头，第3段是一个仰拍镜头。然后每一段镜头我们的画面是怎样的？第一段画面是微笑的观看，第二段是指尖碰花朵，第3段是抬头，然后是就音效是怎样的，背景音乐是怎样的。得到这个提示词以后，我们拷贝过去，粘贴，分辨率这里改为16:9，像素的话960×544的分辨率，总时长5秒。输入完毕，开始运行。我这次生成花了465秒。云端的电脑配置如下，我们来看视频生成的效果。正如我们所描述的，最开始的镜头是一个向前推进的镜头，然后是旋转镜头，然后再是一个仰视镜头。开始是双眼紧闭在画丛中，然后这里说到身体在画海中转半圈，最后是仰拍形成的抬头微笑。所有的提示词都得到了非常出色的表达，音乐音效也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的。然后我对镜头做了一点修改，我要求总时长是8秒。第一组镜头是一个环绕轨道的镜头，第二个镜头是镜头慢慢向前推的一个效果。前面的2个镜头其实它是一个连续的镜头，先是一个旋转，再向前推进。我想看它的一个镜头转接的效果。当我们的描写镜头是比较连续的时候，它也能够连续的来进行一个运镜。今天天气真好。图生视频是比文生视频应用更广的一个功能。AT3 的表现同样不错，在工作流里面，它最多支持2张图的输入。当输入1张图的时候是图生视频，2张图的时候是手尾针。我们先开启第一个上传准备好的这一张素材图，我希望是这个角色向大家打招呼说今天天气真好，分辨率保持不变。图像的右边有一个缩放图像的节点，当我们的参考图特别大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激活这个节点来把这个图像分辨率缩小为和我们的输出分辨率一致。我这里的话分辨率其实不是特别大哈，那这个节点可以暂时关闭。这里的重点同样在于提示词的书写，这里使用图生视频指令，输入简单的提示词内容，得到对应的结果。我们拷贝中文提示词，参数保持不变，运行。这次生成花的时间和上次差不多，我们来看效果。今天天气真好。那这视频确实严格按照我们的提示词内容做了一个切换，在后面是慢慢向右移动的这样一个镜头，确实这样。不过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当镜头切换的时候，我们的角色明显发生了一些改变，它的一致性维持的并不是特别好。我们需要解决当场景改变角色一致性的问题，我们后面会学习如何进行处理。只因你太美。接着我们来看首尾针的表现。上传这次要用到的2张图像，这张图像分辨率有点大，因此需要缩放一下。接着是提示词，同样的上传首尾针指令和这2张图像，给它相关的提示词要求，让它得到这样的一个提示词。我这里再加一句，请给我好拷贝的提示词输出，再把这个中文的拷贝过来。那这里的时长它演示的是8秒，那我们也把这里设置为8秒，点击运行。那我们看这里的镜头描述和我们的视频是一致的。在最后说完这句话，以最后一帧作为定格结束。AT3 有一个更加升级的方案，参考工作流，普遍认为这是 AT3 的最强卖点，尤其是多参考混合和身份保持能力。AT3 最多支持9张图片、3段视频、3段音频的参考。这里我默认只加了1张图片、1个视频和1个音频。我们要增加的话，就只需要复制一份，粘贴。以这个图片为例，只需要把这个图给连过去，上面是图像的参考，这里就会有新的一个接口，最多支持9张图像的参考，视频和音频也是一样。那这里的图像参考和之前的图生图相关的图像生成，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普通的图生视频是将图片作为第一帧或者最后一帧来生成视频，而参考生成是一个更加高级的存在，它可以在不锁定某一帧的情况下进行生成视频。我们上传的素材会被作为演员与素材库来指导视频的生成，哪怕是切换镜头，依然可以保持角色的一致性。它主要解决了传统 AI 视频创作中换个镜头就换脸，动作无法精确控制的痛点。而且，既然我们上传的是角色素材库，那我们就可以不止上传角色本身，我们也可以上传它的四视图，或者上传整个视频的9宫格分镜。AT3 的参考功能特别强大，它可以做的事也非常多。我们一个一个来。首先演示图像和音频的参考，我们上传这个角色图，然后再上传一段音频，点击这里的音频上传，选择好本地的文件，上传完毕，听一下。那我们这次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这个角色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进行唱歌。目前我们已经上传这个角色的参考，还有这个音频的，这个视频不需要，就暂时隐藏。我们除了上传这样一张图以外，其实更加推荐上传这样一个四视图，这样它在转身的时候表现会更好，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一些旋转镜头了。你也可以多张图片一起参考，那这里的话我使用2张图片，把2张图分别接到接口1和接口2上。这次我们输出的分辨率我希望是一个宽屏的16:9，时长5秒不变。然后这里的图像尺寸，因为它仅是参考作用，它的比例可以和我们视频生成的参考完全不一致。这里加了一个缩放节点，可以预防我们的图像太大。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把它的最大边缩放为1280。素材上传完毕，接着是我们的提示词部分，使用这个 AT3 的参考视频指令。这个指令是一个比较通用的指令，可以用于所有的参考工作流，无论是视频、图像、音频都可以。然后上传这2张图和这个音频，图1图2是同一角色，它在一个舞台上唱歌，时长5秒，这样得到这个结果。但这里的提示词出问题了，它没有给具体的时间线，应该是我这个网站用太多了，感觉就是越用越笨的感觉。但是没关系，我们再告诉它你需要有时间线，它就补上来了啊，这次就没问题。它分为3个镜头，镜头1是中景，快速推进，硬切特写，然后做一个环绕旋转。镜头3就是一个面部，在这里做粘贴，5秒钟，点击运行。开始是一个快速的推进，然后是一个旋转镜头，接着再到脸部分，按照我们的一个参考音频，其他的它是智能进行一个补充了，因为毕竟这个是参考工作流，这段作为参考音频进行输入。如果说你希望它完全按照这个音频来运行的话，也是可行的。一个方法是我们刷一下种子，另一个方法是重新再生成一下提示词。比如说我这次的提示词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一次就是完全的按照我们的音频来了。总体而言，我们改变种子的话，这个音频的效果会有不同的变化，会造成这种不够稳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AT3 的这个参考功能太强大了，它可以做太多事了，而我们用的是这个通用的提示词指令。对于一些具体的视频制作要求，最好是使用一些具体的优化指令更好。那以后我们也会讲解具体的一个数字人指令。除了常见的这种人物四视图参考以外，我们也可以做分镜的9宫格参考。我上传这一张图像，这里展示了这个女性角色从起床开始这样一个连续镜头的效果。不再使用第2个参考了，直接关闭，音频参考也关闭。我们来做这个9宫格分镜的一个视频。那这次我就不再使用那一个通用的参考视频指令了，我使用这个专门用于9宫格分镜相关的特别参考分镜指令。它对四视图还有分镜这类的有优化。上传参考图的指令，告诉它生成10秒的一个提示词，拷贝16:9的比例，时长10秒，点击运行。对比一下这个9宫格图。开始起床，然后喝咖啡，然后做早饭，然后吃早餐，
这就是9宫格图的运用。我们在做参考声视频的时候，可以更加自由的组合，比如说像这样一张图像，再结合它的示词图，再结合一个道具，再加载一个音频，然后在提示词里面通过提示词来描绘背景的舞台，让它来唱歌。你可以使用通用的参考提示词来生成视频。那这里就不演示了。那刚才我们学习了图像和音频的参考，接着我们来学习视频的参考。AT3 的视频参考能实现的功能特别多，它可以实现动作的一个迁移，上传动作的视频，再上传一张参考图，就可以让这个参考图做出这个动作来，也可以做视频的运镜参考。我们可以提取这视频的一个运镜信息，然后把它应用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生成里面来。不过我们运镜的方向可能会是反的，所以目前来说它的一个摄像机动作的一个参考质量还不够高。它也可以做情绪的一个迁移，这边的一个情绪，然后再迁移到这张图上。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对视频做一个编辑。比如这里的我们把白天改为黑夜，把这个咖啡改为绿茶，更改一些元素，编辑这个汽车。我们甚至还可以改变视频里他说话的音频，甚至还可以提取视频的风格信息。不过这个意义不是很大，更常用的是用图像来指导风格。而这些所有的效果就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流里面就可以完成。不得不再一次称赞它的这个工作流底子真的非常非常好。这里先演示一下动作的一个迁移，我们来做这个动作迁移的案例，上传这张停止的示词图参考图，图像有点大了，稍微缩小一点。上传这个跳舞的视频，它是一个9:16的，其他都关闭。这边也改为9:16，时长改为5秒。然后提示词部分，这个视频轨道运动表情的参考，这个提示词指令它可以同时完成动作迁移、摄像机运动迁移，还有表情的参考，再上传对应的图像和视频，得到这样的效果。不过这里有点问题哈，他以为是一个2次元动漫风格，其实不是的，它是写实风格的。然后时间线这里，它这边是6秒哈，其实有问题，我应该这里输入5秒的。接着拷贝这个提示词，在 Conf UI 里面进行填写，然后把错误的地方做一个修改，这样时长就没问题了。点击运行，那看这个视频的就成功的做了一个生成。这人物的脸有点糊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分辨率太低了。因为总体来说，这个生成实在是太花时间了。就这个视频就花了750秒。然后是表情参考的案例。我们这次上传这张图，用这样一个单图来做参考，然后再上传这个表情的变化视频，输出一个9:16的分辨率。提示词这块我们用同样的一个指令，让它做表情的参考，保持5秒不变，点击运行。那正是因为这表情做了迁移，你会发现这个人物和我们的参考视频有点像哈，这些皱纹的纹路都是一样的。接着我们来做一个视频编辑的案例。之前讲过，视频编辑我们可以编辑视频的很多内容。这次我们来做视频语音的编辑。回到 Conf UI， 我们上传这一段蔡徐坤的介绍视频。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其他的全都关闭，我们只用这个视频参考来做演示。16:9的比例，时长5秒。视频编辑相关的都可以使用这个特别的编辑指令来进行处理。接着上传这个参考的视频，我希望把他说话的内容改为这一段，粘贴。视频在连接的时候需要留意一下，这个视频它是带音频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音频接口接到这个参考视频的音频下面，不是这个参考音频的接口，而是参考视频的这个音频接口，这个和这个它们的数值要一致。我们看一下结果。我是昆泉掌门人坤哥，一起来学铁山靠吧。好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语音改变的，而且这个下面的文字它也很智能哈。不过好像这个声音有点，昆泉掌门人坤哥，声音有点嘶哑，这个声音，这个音频的话不够好。我们有一个方法去完善 TTS 语音生成这样一段声音，然后接到这个参考音频的这个接口，就不再只靠这个提示词来驱动了，我们用参考音频来驱动。
这样生成的效果的话，就不会有这样一个嘶哑的现象。我是昆泉掌门人坤哥，一起来学铁山靠吧。这次案例我们使用这张参考图，同时使用这个同样的这个音频，一共5秒。然后提示词这儿，这一次的指令是这个专门为数字人 MV 制作的一个指令，把指令和2个素材上传，得到提示词，直接运行。只能说 AT3 的编辑功能太多了，这里我就不再做视频编辑的案例了。我有计划以后出一个进阶版的编辑功能的一些案例，也希望你们能继续支持。最后总结一下 ，AT3 的功能非常强大，它的工作流的底子也非常出色。AT3 模型确实是开源 AI 视频生成的未来，它有超级巨大的潜力可以挖掘，真的非常期待未来的发展。之后我也会花大量的精力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 AT3 视频的教学，真的很期待它的一个未来发展。